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哎呀，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，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快气炸了。我跟大家讲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的是越来越难服务了。特别是像我今天要说的这位阿美，她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知名外企当财务主管，月薪2.5万，家里在广州还有2套房子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我们这儿找对象应该不难才对。可是，这位阿美妹子的要求实在是太离谱了，听完都让人想翻白眼了。记得她第一次来我们婚介所的时候，穿着一身名牌，踩着12公分的高跟鞋，那个架势，活脱脱一个霸总文女主角。一坐下来就开始数自己的条件。丽姐，你看我这条件，在广州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吧？我觉得找对象嘛，门当户对最重要了。我听了直摇头，心想这妹子怎么这么真香警告啊？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红娘，我还是耐心地问她，那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？哎呦喂，这一问不要紧，阿美立刻掏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那叫一个条条框框啊。第一，身高必须要180以上，我喜欢高个子。第二，年收入要50万以上，最好是在知名企业工作。第三，一定要有房有车，房子最好是市区的。第四，长相要帅，最起码要像小鲜肉那样精致。第五，年龄不能超过35岁，但是要比我大。第六，学历必须是全日制本科以上，最好是留学回来的。第七，性格要温柔体贴，会照顾人，最好会做饭。我听完差点没晕过去。这哪是在找对象啊，这是在召唤神龙吧？这种要求，现在的王思聪都未必能达标啊。但是我还是好声好气地跟他分析，阿美啊，你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？现在这个社会，男生能有一半你说的条件就很不错了。结果这位阿美直接来了一句，丽姐，你这话我不爱听。我这么优秀，凭什么要降低标准啊？我宁愿单着，也不要找个配不上我的。要是找个条件不好的，以后我不是要养着他吗？天啊！这话说的，我这个从业20年的红娘都想立刻把他轰出门去。但是为了生意，我还是忍住了。我继续劝他，妹子，你要求这么多，会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的。而且你也要考虑到，还没等我说完，阿美就打断我，丽姐，你就帮我找找看嘛。我相信以你的人脉，一定能帮我找到合适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点标准，比如说身高可以降到178。我听了都想笑，这叫放宽标准，这不是还是在天上摘星星吗？就在我和阿美争论不休的时候，我们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小林突然推门进来，丽姐，我觉得我这边有个不错的男生，可以介绍给这位小姐。我赶紧让小林进来详细说说。小林拿出一份资料，介绍道，这位男生叫阿昌，今年34岁，身高182，某知名企业高管，年薪60万，海归硕士，市区有房有车，长得也挺帅的，感觉很符合。哇，听完这个介绍，阿美的眼睛都亮了，立马坐直了身子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优秀？那赶紧帮我约个见面吧。我心里还在打鼓，觉得这也太巧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选？但是既然双方都有意思，我也只好安排他们见面。第二天，我们在一家高级茶餐厅安排了相亲。阿昌确实如资料所说，高大帅气，穿着得体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样子。阿美看到真人更是惊喜，整个人都笑开了花。两个人聊得很愉快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到未来规划，那场面简直不要太和谐。阿昌还很绅士地帮阿美倒茶，还会说一些暖心的话。听说你喜欢日料，改天我带你去尝尝我发现的一家隐藏版寿司店。相亲结束后，阿美立刻给我发微信，丽姐，这个人也太完美了吧，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另一半，我觉得不用再相亲了，就他了。我看到这么着急的消息，反而有点担心。妹子，我觉得还是多接触几次比较好，毕竟，哎呀，丽姐你就别担心啦，我看人很准的。而且阿昌各方面条件都这么好，要是错过了多可惜啊。阿美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。果然，阿昌也很快联系了我，表示对阿美印象很好，想进一步发展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开始了交往。刚开始的日子简直像偶像剧一样甜蜜。阿昌经常带阿美去高档餐厅，送她各种奢侈品，对她体贴入微。阿美每天都在朋友圈发各种秀恩爱的内容，今天又收到男朋友送的爱马仕包包啦。男朋友带我去米其林3星餐厅，这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吗？也太会宠人了吧！看得我这个红娘都有点担心，总觉得这发展太快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但是每次我想提醒阿美，她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丽姐，你就放心啦，我们感情真的很好，阿昌对我也特别好，我们都在考虑什么时候结婚了呢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他们交往3个月后，事情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阿昌开始经常加班，联系的频率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。但是阿美依然沉浸在甜蜜中，还在替阿昌解释，他是高管吗？工作忙很正常的，我要理解他。直到交往半年时，有一天晚上，阿美突然哭着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我被骗了，阿昌他根本不是什么企业高管。我一听就愣住了，赶紧问怎么回事。原来阿美今天去找阿昌，却发现他说的公司根本就不存在，而且他租的豪宅也快到期了，名牌衣服和手表都是高仿，连送给阿美的奢侈品也都是假货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阿昌这半年来一直在跟阿美借钱，说是要做什么投资项目。阿美被他的甜言蜜语哄得团团转，前前后后借了将近50万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傻啊，我居然被他骗了这么久。他连基本资料都是假的，什么海归硕士，什么年薪60万，全都是骗人的。阿美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听完都快气炸了。立马让阿美报警，同时发动我的人脉网络去打听这个阿昌的真实身份。很快就查出来了，这个阿昌原来是个职业骗子，专门在各大婚介所骗那些条件好的女生。当我们找到阿昌的时候，他还在跟另外一个女生相亲，而且用的还是同样的套路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警察很快就介入调查，发现阿昌这些年来已经骗了不少女生，涉案金额高达几百万。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，就是因为他太了解像阿美这样的女生的心理了。我就知道这种完美的人设有问题，我忍不住对阿美说，你说你图什么呀？非要找个条件这么好的，结果让骗子有机可乘。阿美终于醒悟过来，丽姐，都怪我太虚荣了，总觉得自己条件好就一定要找个条件更好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条件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品啊。这件事在我们婚介所传开后，很多像阿美这样要求高的女生都受到了震撼。有个女生就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找对象不是在网上买东西，不是什么都要求十全十美。是啊，我在婚介行业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条件设置的太高，错过了很多真诚的好男人的例子。那些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很低调，不会一上来就展示自己有多少钱，有多少房子。而那些一见面就各种炫耀的，反而要多留个心眼。就像这个阿昌，哪个真正的成功人士会一见面就到处显摆自己有多优秀呢？这件事之后，阿美整个人都消沉了好一阵子。不过让我欣慰的是，她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以前在择偶方面的问题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以前那些要求简直是在搞笑。什么180以上的身高，什么年薪50万，什么高管职位，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。可是我当时还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合理，现在想想真是太可笑了。有一天，阿美又来找我，说想重新开始找对象。这一次，她的态度完全变了。丽姐，我这次不设条件了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我，就帮我介绍吧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阵欣慰。正好我手上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生，叫阿伟。阿伟是个普通上班族，在一家中型企业做技术主管，身高175，长相清秀。虽然不是什么高富帅，但为人踏实靠谱。这个人以前我就想介绍给你的，但是看你要求那么多，就一直没说。我把阿伟的资料给阿美看，你要不要见见？阿美认真看了看资料，点点头，好啊，见见看吧。这次他的态度明显平和了很多，没有之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见面那天，阿伟穿着简单的衬衫牛仔裤就来了，一点也不做作。聊天过程中，他实话实说自己的情况。我现在的工资不算很高，1个月就2万出头。
不过我在认真学习新技术，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说到买房的问题，阿伟也很诚恳，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但是已经存了一些首付，希望再过1-2年就能买一套小房子。换做以前的阿美，听到这些条件肯定就直接打叉了。但是这次她却觉得很暖心，至少她说的都是真话，没有像阿昌那样夸大其词，满口谎言。两个人又见了几次面，相处的还不错。阿伟虽然条件一般，但是为人特别顾家，而且很有上进心。他会给阿美做饭，陪她去菜市场买菜，帮她修电脑，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但是很温暖。丽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找对象真的不是在挑商品。以前我把标准定得那么高，结果把自己都关在了一个框框里。现在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反而让我觉得很真实，很幸福。阿美有一天跟我说，阿伟和阿美在交往3个月后，阿伟向阿美求婚了。不是什么豪华的求婚仪式，就是在他们常去的那家街角小餐馆。阿伟掏出一枚不算昂贵但很精致的钻戒，其实我存了很久的钱才买下这个戒指，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是代表了我的真心。阿美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这比阿昌送的那些假货有意义多了。他们的婚礼也很简单，但是特别温馨。婚后两个人一起努力存钱买房，互相扶持，日子过得清贫，但是很甜蜜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红娘从业20年的经验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对象都太注重外在条件了，特别是一些条件好的女生，总觉得自己优秀就一定要找个神仙男友。但是感情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。那些真正的好姻缘，往往都是在平平淡淡中产生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女孩子来我们婚介所，也是提了一堆条件，必须是投行精英，必须是海归，必须年薪100万。我就问她，如果一个男生很爱你，对你很好，但是工资只有1万多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那个女生想了想说，那肯定不行啊，这么低的工资怎么养家？我就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年薪100万的精英，人家会在意你的工资吗？这句话一说，那个女生就愣住了。是啊，在爱情里，我们总是希望对方能包容我们的不足，却又对对方各种挑剔。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找到真爱呢？现在阿美经常来找我聊天，她说，丽姐，现在想想那些条件真的太可笑了。阿伟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比起那些虚荣的东西，平淡中的真情才最珍贵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找对象真的不要太看重外在条件。与其找个处处完美但是虚假的人，不如找个真诚对待你的实在人。这才是婚姻最重要的基础。最后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也希望大家能从阿美的故事中有所感悟。如果觉得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这里是你们的红娘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